你现在看到的不是一张特效图，这是我真正使用的第二大脑，里面已经放了将近300篇笔记。刚才我只跟 AI 说一句话，帮我在 YouTube 专案建立第二大脑的影片，他自己找到专案位置，建立资料夹，写好逐字稿，连 B 弱动画都直接做出来了。整个过程我没有重新告诉 AI YouTube 专案放在哪里，档案要怎么命名，也没有把以前的资料重新贴给他，因为这些资讯他自己从我的第二大脑找到了。今天这支影片，我不只要介绍 Obsidian 有哪些功能，我要直接告诉你，我怎么让 AI 从一个每次都会失忆的聊天工具，变成真的了解我的工作，会帮我管理任务和专案的助理。你先想想看啊，自己有没有遇过下面3种情况：第一，上星期才花了半个小时告诉 AI 你是谁，在做什么，文章要用什么语气，今天打开新对谈又要全部重讲一次。第二 ，AI 曾经给过你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它藏在10几个聊天记录里面，真正要用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第三 ，AI 帮你列了10几个待办事项，看起来很完整，但是对话一关，任务没有进入行事历，也没有进入专案，最后一件都没有执行。如果你中了2个以上，问题不是你不会下提示词，也不一定是 AI 不够聪明。真正的问题是你和 AI 每一次的合作都像是第一次见面一样，你的资料一部分在 ChatGPT， 一部分在 Cloud Code， 一部分在 Email， 一部分在 Notion， 一部分在 Google 文件，一部分在你的手机，一部分在你的电脑资料夹里面。AI 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可以读到你的长期背景，你只好不断重贴，不断解释，时间和 token 都花掉了，做过的决定却没有留下来。所以我们真正缺少的不是一个更长的聊天室，而是一个你和 AI 都看得懂、找得到，也能一起更新的外部记忆。这就是第二大脑。这个概念其实不是 AI 时代才出现的哦，在还没有电脑、没有搜寻引擎的年代，有一个人只靠几个木箱和9万张卡片，写出了70多本书。他叫做尼可拉斯·鲁曼。你可能没有听过他，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怎么做。每次读到一个重要的观点，他不会整段抄下来，而是用自己的话写成一张卡片，替他编号，再连到其他相关的卡片，一张连一张，几十年后就变成一个庞大的知识网路。他准备写作时，不需要每次从空白页印象，只要从一张卡片出发，沿着连结往下走，旧观点就会碰到新观点，甚至找到原本没有想到的答案。所以他才会说，卡片盒里是一个能和自己对话的工作伙伴。鲁曼真正厉害的不是记住9万张卡片，而是建立了一套需要时找得回来、彼此能连接，最后可以产生成果的系统。而你一开始找到的关联图，就是这套方法的数位版本。鲁曼当年只能用纸卡，今天如果要让 AI 直接使用第二大脑，我需要的工具必须符合3个条件：第一，资料要掌握在自己手上；第二，人和 AI 都要看得懂；第三 ，AI 不只能读，还要能直接更新。这就是我选 Obsidian 的原因。Obsidian 背后不是封闭的资料库，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Markdown 文字档，人看得懂 ，AI 也很容易读。今天你用 ChatGPT， 明天你改用 Cloud Code， 资料都还是在自己的电脑里，不需要跟着平台搬家。它也可以使用双向连接，把公司、人物、投资策略、课程、任务和专案串在一起。但是有一件事要先讲清楚，漂亮的关联图不等于第二大脑，关联图只是最后看到的结果，真正让 AI 知道去哪里找资料的是背后的规则和索引。我就用刚才的 YouTube 专案例子直接做给你看。当我叫 AI 建立影片专案时，它不是扫描我的整台电脑，也不是凭空找到路径，它先读 AI 的规则档，规则告诉他只有问题需要个人背景时才进入第二大脑，而且要先读总索引。接着，他从总索引找到影片内容，再从影片内容索引找到 YouTube 制作 SOP，SOP 告诉他制作影片专案放在低潮的G 国网资料夹。他只要检查这个指定范围，就能找到我的 YouTube 影片规划以及之前影片的命名方式。最后，他才建立一个今天的第二大脑资料夹，放入逐字稿和 B 弱。你看，他走的路径非常清楚 ，AI 规则、总索引、影片索引、目标资料，这才是第二大脑真正有用的地方啊！你不需要记住每一个档案放在哪里 ，AI 也不需要读完你所有的档案，索引会把双方带到正确的位置。到这里，你应该就能理解为什么第二大脑可以节省 token， 不是因为安装了 Obsidian 就会自动省 token， 而是因为 AI 不需要每次读完整座的资料库。这就像你去图书馆找一本投资的书，你不会把整间图书馆所有的书都搬到桌上，
你会先看楼层索引，找到投资的区域，再看书架的分类，最后只拿出真正需要的1到3本书。AI 读第二大脑也是一样哦，它会先读总索引，找到一个分区索引，最后只读到1到3篇目标的笔记，所以省下来的是重点背景、读取无关的内容，以及因为缺少脉络而来回修正答案所需消耗的 token。但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每次都叫 AI 扫描整个 obsidian， 反而可能花掉更多的 token。所以真正的重点不是资料越多越好，而是查找的路径要够清楚。你不需要一开始就建立几百篇笔记，可以先把6个核心零件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使用。第一 ，AI 的规则档，告诉 AI 要先读哪里，任务要写到哪里，以及什么资料不能保存。第二，总索引，负责把 AI 导向正确的分区。第三，收件夹，临时的想法、新资料和新任务先快速的放进来。第四，主题分区，例如像是我有投资研究啊、内容创作啊、课程啊和个人的管理。第五，任务和专案，任务是可以直接执行的下一步，专案则是包含有明确的成果和多个步骤。第六，模板，像是公司研究啊、会议记录啊、影片企划和专案页面啊，都用固定格式 ，AI 才能稳定的读写。这6个东西建立好之后，日常其实只要做4个动作就好了。第一，收集。当你看到有价值的资料或突然想到一件事，你就可以先放到收件夹里面。第二，整理，删掉没有价值的内容，补上标题、来源和一句话摘要，再放进正确的分区。第三，连结，把笔记连结到相关的人物啊、公司啊、专案啊，或是概念啊，避免每篇笔记啊都变成孤岛。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AI 重用，让 AI 根据这些资料回答问题，比较新旧的决策，拆解任务或者产出文章和影片。很多人的笔记系统可能只做到前3步，所以最后只得到一个塞满资料却从来没有使用的数位仓库。实际使用时，我不需要输入很复杂的提示词，我只要问 AI 我有哪些预期的任务，今天最优先的是什么。AI 会先查看我的待办收件夹和专案记录，找出已经预期但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再排出今天的处理顺序。它不是给我一份通用的待办清单，而是根据我真正的任务来回答。完成之后，我只要告诉它一声，它也会把任务状态更新回第二大脑。第二大脑也可以帮我做内容的决策。像这次，我请 AI 先查过去我 YouTube 频道的资料，再告诉我的观众最想看什么。他发现纯工具教学的观看数比较低，而 AI 加上投资成果的题目表现明显更好，所以他建议我下一支影片做成一个会记住我选股规则的投资 AI agent。重点不是这个标题，而是 AI 会先读过我过去的成绩、选题的规则和工作的记录，再根据真实的脉络提出建议，而不是凭空猜测。这跟没有第二大脑的 AI 相比，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你的相关的资讯，它可以更快的回答你。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大家都会想说，我就直接叫它记忆就好了。可是如果你叫他记忆的话，他通常记忆体会太庞大，就会全部先扫过一次，然后才能够找到他要的资讯，会太烧 token。而我们建构第二大脑的好处就是，我们有建构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图书馆。建构好这个图书馆之后，他就可以根据索引来去找相关的资料，就不会那么烧 token。我们建构第二大脑其实就是在帮我们的 AI 来去建构图书馆，让它更快的找到他要的资料，就能够更省 token。任务和专案要分清楚哦，单纯代办的事项不需要建立空专案，只有具备明确的成果，而且需要多个步骤完成的，才需要一个专案的页面来去管理这些任务。如果你平常有在做投资研究，这套方法会更有价值。为什么呢？很多人每次重新问 AI 这家公司可以买吗？ AI 回答完对话就结束了，过了1个月就要再问，又从零开始。但在第二大脑里，你可以把公司的基本面啊、法说会啊、产业趋势啊、筹码变化和自己的投资假设分开来保存，再用连结把它串起来。下一次新财报公布的时候， AI 会先读你原本的投资假设啊，再和最新的资料去做比对。它可以直接告诉你哪个条件已经改变，哪个风险正在上升，哪一项判断仍然成立。真正形成优势的不是 AI 给你的某一次答案，而是你长期累积的研究脉络和决策记录。在你开始建立你的第二大脑以前，有3个错误你一定要先避开。第一，不要每次叫 AI 扫描整个资料库，要从索引逐层缩小范围。第二，不要把所有的内容塞进一篇超长的笔记，每篇笔记处理一个主要的主题，再用连结把它串起来。第三，不要把密码、API 金钥、Cookie 或是敏感的个资放进第二大脑。知识可以累积，但是你的机密还是要放进安全的密码管理工具或是环境变数里面。现在我们来回到影片一开始的关联图。
它真正代表的不是我存了多少笔记，而是这些资料能被轻易的找到、被连结，最后被我和 AI 拿来完成真正的工作，提升我的工作效率。第二大脑让每一次的 AI 对谈不再从零开始，让任务不再留在聊天室，也让研究、专案和角色可以持续累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最想用第二大脑管理哪一种资料呢？第一，投资研究；第二，工作和专案；第三，学习笔记。在留言区打上1、2或3，也可以告诉我你目前最混乱的是哪一件事。我会看留言决定下一支影片要示范哪一种实际的用法。如果你不想要花那么多时间自己慢慢研究资料夹、索引模板还有 AI 的规则我已经把完整的一键生成第二大脑的完整的工具，全部都放在 AI 投资学院 Plus 社群里面。你只要回答几个问题 ，AI 就会按照你的工作和学习领域建立资料夹架构总索引分区索引任务格式、专案模板和 AI 的使用规则，帮你建构你的第二大脑。相关的工具都会放在 AI 投资学院 Plus 的社群里面。加入连结我把它放在影片的资讯栏里。如果这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按赞、订阅，并把影片分享给那个每天都要重新向 AI 自我介绍的朋友吧。我是巨股团长，希望你用 AI 投资赚大钱。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